党不是要消灭国民党而已，他也不是要消灭民众党而已，他想消灭全台湾所有的反对者。今天我们只要有任何一点短板，被他张到小尾巴，你就要死。放下幻想，继续战斗，不断奋斗，直达胜利。请问民进党做了退让吗？他们没有任何检讨，没有任何反省。你没把他打到趴，他是不会退让的。谁在喊退让，就是社会的敌人啊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蔡真博士啊，我们的大学长，他说：金句蓝营也一堆喊着要大和解的蠢货，民进党要消灭的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啊，你们还在想和解啊？蓝营要做的是复仇啊，只有民进党知道痛了，下次才不会给你搞大罢免。你想一个问题啊，你现在喊和解，请问黄旅锦如放出来了吗？请问阿恒放出来了吗？柯文哲放出来了吗？请问赖以任被撤告了吗？请问民进党宣布马上要妥协发1万块吗？请问民进党做了任何退让吗？没有，他们说要倒戈。请问民进党在823放弃了吗？没有。民进党什么态度？接下来的责任是我们的事。他们不只要冲823，他们还要接管823的霸团。民进党没有任何认输，没有任何退让，也没有任何认为他们这一次在726大败特败这件事情，连最弱的叶元之都3000票过关这件事情，他们没有任何检讨，没有任何反省，所以谁还要退让？谁在喊退让就是社会的敌人啊！他们就是要斗到死，割喉就是要割到断。在那边跟他们附和喊什么国事会议呀、召开国事会议，呼吁朝野和解。既然有民众党的在喊朝野和解，要召开国事会议，你家柯主席还关在里面啊？怎么会有这么的一种政治判断啊？国民党有人在喊，民众党也有人在喊呢。黄旅锦如放出来了没有？没放出来，你国民党合个屁呀、柯文哲放出来没有？柯文哲没放出来，你合个屁呀、放出来都不该合，干嘛去被摸头？国事会开了，你的决策赖清德会用吗？哪里有和解的空间啊？民进党要跟你和解吗？退半步进3步，就叫和解吗？你没把他打到趴，他是不会退让的，不会真的和解的啦。从3月到7月4个月的时间，又跑了20几场。我们跑了这么多场，为什么要跑那么多场？为什么那么累啊？民进党从来没有要跟你妥协、到底在想什么啊？彭正生老婆都跳下去了，柯文哲放出来，彭正生老婆会复活吗？没有如果，没有吃后悔药的。每一次的抉择，每一次的选择，都是你人生的岔口。宜将胜勇追穷客，不可沽名学霸王。人家灭你们啊，彻底消灭国民党跟民众党啊，还在想和解。今天不是我们要怎么样，是你民进党要怎么样吧？我们不可能再让他有任何选择的机会，不可能。你没有到2028把民进党打下来，把赖清德给打下来，这事情是没有得解的。就哪怕到2028，你还是不能放松。不是说哎呀打一打，哎呀不好意思啊，给你打太痛的哦，拍谁啦拍谁啦吼，好你报告收大烂的，前面对方拿刀砍你，结果你把他打赢了，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因为你刚才拿刀吼，我下手比较用力，你怎么不知道？你刚刚握完手，他随手捡起一把刀，再给你捅进去。再让他们输一次好不好？再让他们823再输一次好不好？还有823还有一个公投啊，和山研议公投啊，你任何的退让都只会换得他们的嚣张啊！放下幻想，继续战斗，不断奋斗，直达胜利。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，那个时候很早以前在讨论两岸问题，被很多人贴上就是人工卖台。等到我后来看到馆长讲那个，这叫风水轮流转。当政治走到完全没有办法协商跟谈判的时候，它只会走到极端化。对我来讲，我觉得罢免的结果，不管是大罢免、大成功还是大失败，这些都不是重点。重点只有一个：台湾社会已经实质分裂了，台湾的民间之间的那种和谐的气氛已经不复存在了，因为那些轻描的关系，它已经把生活跟政治完全掺杂在一起了。这种社会氛围它已经形成了，说实在话，会越来越对立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这个执政党它并没有打算去
化解社会矛盾，只想激化社会矛盾。所以对他来说，就算大罢免大败或大罢免大成功都没有关系，重点就是激化社会矛盾，希望台湾内部撕裂，以达到他扩权的目的。接下来一定会有一大堆更激进的手法出现。有的人说啊，他选完以后他就会怕。以我对这位总统的观察跟以往他的历史脉络来看，他是不怕的总统，他从来不怕。他如果真怕的话，为什么在选举在投票之前他不放柯文哲？为什么他在台南视察灾情的时候讲那些话？有人说他讲的是实话啊，请问有哪一个总统像他这样讲话的？代表他不怕嘛？他不 care 民意，民意在他眼里就是这个人嘞，他最终一定会想尽办法找到他想做的事情。只有持续的动员跟斗争，才会让他看见这样的能量，才会有所忌惮。现在的状况叫做不死不休了。其实我一直 push 自己成为六边形战士，就是全能战士。我知道今天我们只要有任何一点短板，被他张到小尾巴，你就要死。这是这几年这样打下来我一个深刻的感受。你不能让对方觉得你有弱点。对，包括法律的东西我们也在学习啊。八炯在2022年的时候就告我了，你不觉得很扯吗？面对这一切事情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一些想和解、想妥协的人，我不能说他们有错，可是事实上，民进党是已经刹不住车了。他们直接识别我们青鸟跟你们飞青鸟，就是要斗死飞青鸟，要把杂质打掉。民进党不是要消灭国民党而已啊，他也不是要消灭民众党而已啊，他想消灭全台湾所有的反对者。为什么韩国爆料朝鲜民族日报这是一个正经报纸，这不是一个野鸡报？根据目前所掌握的以习越戒严集团的证词，他们的独家报道认为说，以习越派情报官到台湾来联络戒严，然后民进党欣然接受，还出声力挺。所以为什么第一时间以习越戒严的时候，民进党党团发赞？我跟大家讲，他就是在玩这个啊！事已至此，毫无回头的可能性。我觉得民进党这样的一个党派，我觉得他在台湾不是搞党争而已，我认为他就是在台湾搞革命，彻底消灭就所谓的中华民族。从教育，从他实际做的一些事情上来看，对吧？他是一定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。看到很多民进党用了很多以前共产党的一些方式去斗争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学会共产党的一些精髓。在野大联盟让我想到了当年共产党讲的，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你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你才能够推翻这样的政党。我觉得民进党他就是敌人，不要幻想他会怎么样，跟你什么民主啊什么都不要幻想。敌人是不会自我消灭的，不会自行退出这个台湾的历史舞台。但是呢，我们必须要用革命的方法，坚决、彻底、干净的、全部的消灭民进党这个反对势力。在我看来，民进党它就是一个反动势力。然后最后呢，我想历史哥讲，我是期待有一天历史哥能够站到凯达格兰大道广场上面啊，大声的喊3声人民万岁。我觉得这就是一场人民的胜利，不光是蓝白的胜利，它就是台湾人民的胜利。因为台湾人民用自己的选票否定了这个可笑的大罢免。台湾有句俗话叫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。那基本上讲，民进党首先他对内部搞那么多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背后还有一个吞金兽叫美国了。所以说他的经济出现问题的话，那基本上他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。之前就有人提到说，为什么立法院不能监督关税的进度？因为不能监督啊，因为监督就完了。可是国民党或白的他也不能主动去讲这个事情。对于有些资本家讲，他是天下当然形势大好，可对我们老百姓来讲的话，其实你要知道一点是，这些人为了钱基本上是非常冷血。赖清德除了要消灭所有的反对势力来，他要让美国基本上他这种关税啊，后面很多的经济问题，他不能有人挡他们背后那些利益集团的任何一个财路。以前有人说我们这些在野势力啊什么的，全部都是刹车皮，就防止战火的刹车。现在更多人讲说，我们已经没办法阻止这个怎么讲事情往最坏的情况下，基本上我们根本不是刹车皮。我们这些爱好和平的人民要团结起来，要建构一个什么呢？叫防止战火的防火巷。因为我们已经没办法去面对这种复杂政治情况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就要意志非常坚定的斗到底。因为没办法，因为我们讲的，因为我们已经挡了很多人的财路，挡他们财路来讲，他们绝对会杀红了眼。包含你看一下那些妇女出来去叶元之有没有？他们的心态就是什么东西？可以要饭的钱，我为什么不要？很多婆婆妈基本上他们因为每天面对柴米油盐酱醋，他们很容易受到钱的关系去影响他们情绪。只要牵扯到钱的事情，他很容易被带动。很多婆婆妈妈他只是觉得啊，民进党就会守住我们的钱包什么什么东西，他们是用钱的东西来弄。这些蓝白只要挡我财路，我觉得跟你们这些沙文主义的男生斗到底。我们除了要去守住最后一个让台湾政局一个好的防火巷，然后让大家还可以稍微安稳的过一下日子，其他来讲的话，很多都是自求多福。赖清德已经把我们逼到这样的路了，为什么蓝白会纸上最团结？不是因为你们
改变了，或者是我们改变了，是因为赖清德把我们逼到没有路走了。今天国民党死了，你以为民众党就好过吗？就好像我们说，今天蓝白为什么一定要合作？不是为了我，也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我们。要么我们一起活，要么我们一起死。我们只能战。所以8月23号，我们只能赢。